综艺上的她有着完全两种极端的评价，有人说她是搞笑担当，细腻体贴，也有人说她油腻，不尊敬女嘉宾。音乐上的她是大家口中争相称赞的天才，是艺人、歌手、作曲师、编曲师、录音师、混音师、乐手，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乐队，不管什么乐器到她手中都是手到拈来，被称为是别人家的孩子。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猜出来了吧？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就是音乐天才刘宪华。曾经被说是不注意分寸的综艺咖，到如今不断被认可，现在参加《这就是街舞》第4季，又让观众看到了他超强的舞蹈实力。他变了，又好像没有变。刘宪华就好像是一个百宝箱，每次都能发现他新的技能。时间倒回到2年前，这时候的刘宪华正是在内地口碑低到谷底的时候，他上了很多综艺，其中有一档是《极限挑战》，就是在这里他被贴上了低俗的标签，也与当红女明星迪丽热巴扯上了甩不开的关系。有流量的地方就有关注度，自然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。有一期刘宪华与迪丽热巴的互动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，在其中一个游戏环节，刘宪华要把2个印着周杰伦头像的抱枕藏起来，正好迪丽热巴路过，他就扯开裤子，让对方帮忙把抱枕塞进他的裤子里。当时迪丽热巴第一反应是拒绝，然后刘宪华继续说塞抱枕。接下来刘宪华继续拉开裤子，一边说着用力塞，你用力。此时的迪丽热巴看起来像是在极力控制表情，但还是发出了疑问，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然后又出现了下一幕，刘宪华把屁股对着迪丽热巴，让她往里塞。迪丽热巴黑脸望向镜头，浑身写满了尴尬与拒绝。这之后刘宪华的手机响了，让迪丽热巴给他从裤子里掏手机，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还说着我不是这种人。不过这回迪丽热巴再也不配合了，表示给他把张云龙给叫过来。节目播出后便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观众纷纷指责刘宪华的不雅动作缺失分寸感，就是在耍流氓。毕竟这种极具暗示性意味的动作与话语真的很让人困扰。粉丝解释说，刘宪华以前一直在韩国发展，那边综艺的尺度有点大，他只是在调节气氛，并不是刻意的。不过这番解释仍旧没有得到网友的认可。从这里开始，刘宪华在内地的综艺之路口碑崩坏。就在不久之前，他也刚刚从《向往的生活》退出，跟粉丝也有一点关系。当时因为黄磊在节目中只叫刘宪华是大华，粉丝认为是黄磊不尊重人，从而冲到了黄磊的社交平台，开始一些不太入耳的话语。而网友怀疑刘宪华最后退出《向往的生活》，也是因为惹怒黄磊的结果。毕竟黄磊在圈内的地位超然，对于节目有着很大的话语权，而且大华在前2季被称为有时候过于油腻。第1季的时候，有一期嘉宾是华谊总裁王中磊，刘宪华的表现被认为是太跪舔了，一直老板的叫着，显得过于谄媚。而从退出《向往的生活》到《极限挑战》口碑崩盘，刘宪华这时候已经在内地没有什么资源了。很多人提起来都是一句话，求求大华不要再上综艺了，就安安静静当个音乐才子吧。说起他音乐天才这个称号，还是很多人都认可的。刘宪华的才能远不止看到的那么简单，他不仅有着出众的小提琴演奏实力，更是在歌唱和跳舞上都有着不凡的造诣。他的才华肉眼可见，在工地现场，电钻和铁桶都成了他的乐器。刘宪华玩 Love Station 还是很牛的，一个人堪比一支乐队。5、6岁就开始学习古典小提琴和钢琴，每天都要练习4、5个小时。从小在古典音乐里泡大，小提琴老师是加拿大多个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。11岁开始学芭蕾舞，15岁开始学电子小提琴，
曾获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小提琴10级银奖，加拿大安大略省冠军。16岁时在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小提琴10级考试中获得银质奖章表彰。2006年，同时被多伦多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和小提琴演奏专业录取，但最终放弃入学。上过多伦多的报纸，被称为华裔小天才。2010年夏季考入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，便获得全额奖学金，成为名人校友。从小至成年之前就得到这么多的奖项与名誉，夸他为天才一点也不过分。他还有良好的家庭音乐素养的熏陶，也有好的老师培养，以至于各种乐器都可以小试牛刀。在学校是舞蹈社社长，乐团首席小提琴乐队鼓手，同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小提琴和舞蹈结合在一起的人，这是他16岁时候的成就，说是天之骄子也不为过。后来韩国娱乐公司 SM 全球海选，刘宪华的朋友推荐他去试试，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去了，没想到以舞蹈部门第1名入选。当时李秀满觉得自己捡到了一个天才，在经过练习之后，刘宪华加入 Super Junior M， 当时1代团 SJ 是火遍亚洲的偶像男团。然而事实上，刘宪华加入 SJ 并没有吃到什么红利，反而因为中途加入一直受到粉丝抵制，著名的黑海也是从他这里开始的。当时在饭圈中，大家的注意力死死被韩庚吸引住，韩庚是第一个在大公司出道的中国人，所以他是第一个大规模吃到国际红利的中国爱豆。早年在韩国把韩式偶像那种精致又不吃人间烟火的人设做到极致，甚至他早年在韩发展的坎坷史让粉丝心生怜惜，成为中国初代传奇的流量小生。相应的，对于半路出来的韩蕊，不管是伪粉还是团粉，都对他抱了极大的恶意。无数次的后台冷板凳，2小时演唱会他就唱1首歌，1个多小时就一个人坐在侧台探着头看。哥哥们唱他写的歌和奔跑的身影，在台上被扔瓶子，机场签售会什么的图片里有他会被糊掉。但又有谁知道，刘宪华一直以来的目标只是想好好的做音乐呢？人们当时问他在韩国辛苦吗？他说不辛苦，因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。从08年正式出道到13年 solo 之前，爱豆最好的几年光阴，他一身才华，却在团的阴影下默默无闻。在他给公司寄了上百首曲子，证明自己的实力后，他终于有了 solo 的机会。2014年被经纪人带去参加了一档综艺《真正的男人》，通过这个节目他爆红，让自己在韩国立足。看过国内真正男子汉的人应该可以想象到这档综艺有多苦，从此开始各种不眠不休的赶场。他通过参加许多综艺节目，让大家认识到一个全新的刘宪华，搞笑、开朗、温暖、善良，所有的努力都是有结果的，而真正有才华的人也不会被淹没。李秀满曾说，刘宪华是唯一一个不需要粉丝也可以过得很好的爱豆，因为他会获得所有专业人士的认可。刘宪华所拥有的作曲版权的歌曲有几十首，他的第1张 solo 专辑的主打曲 Trap 已经发出广受好评，在国外视频网站上也一直在刷新纪录。而精通多国语言的刘宪华，他的歌曲也是拥有着多国语言的版本，每一种版本都让人赞叹不已。在音乐旅行节目 Begin Again 里面，刘宪华真真正正的向大家诠释了什么是一人一乐队。在刘宪华的身上有着琳琅满目的技能，而且都有着高水准，是个本身比较神奇的人。每个阶段的他厉害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。练习街舞1年，就在 SM 全球海选中拿到街舞第1。这次参加这就是街舞4，又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另一面。没想到汉瑞的街舞能力也这么强，而且说出的话就知道他显然是专业的。根据他粉丝的科普，
刘宪华的舞蹈有 popping 的底子，不输其他的明星队长，而且还可以看到刘宪华和韩庚的帅战 battle， 想想就很激动啦。韩蕊还是节目中的气氛担当，通过街舞又让人发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，长大了，成熟了，变了又好像没有变，依旧是那个热爱音乐的韩蕊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，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！